过去我们讲了很多中国的新闻时事，甚至做出论断，共产党未来将会垮台。那么到底我们如何做出这样的判断？那么我们的依据是什么？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回过头去看整个中国的发展脉络。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中国高层政治的运作，以及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中国共产党现在有7位最高领导人，分别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他们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人物。透过全国人大会议的亮相顺序，我们就可以窥见谁将在未来握有权力。那过去这10年来，中国的领导核心无疑一直都是习近平。特别是最近值得注意的是，他在2022年10月第3次被选为国家主席，象征着习近平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执掌中国权柄，这是中国当代历史的重大转变。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毛泽东，他的铁腕统治让无数中国人饱受苦难。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常常被比作毛泽东，现在的很多治理手段从过去毛泽东时代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影子。不过他们之间的联系超出了表面的相似之处，所以在探讨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的关联的时候，我们要回溯到国共内战时期。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国民政府第5次围剿之后，疯狂逃窜到了偏远山区。在这过程当中，毛泽东奠定了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开始了对中共的全面掌控。这条所谓长征的路上，红军经过了9个月的战斗，最终到达了陕北。部分地区也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管辖的。从那之后，毛泽东成为了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人，开始跟国民党决一死战，最终全面掌控整个中国。在官方的叙事当中，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里边有一个组织叫政治局，这是很多共产主义国家普遍的操作。比如说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就集合了所有最有权力的官员。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这些共产党有一个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它还有一个更精英的小团体，叫做政治局常委会。国家的最高决策权就在他们的手上，而这个团队当中只有7个人到9个人，这当中也包括了总书记，可以对整个中央委员会指手画脚，不仅能引领党的方向，还能够直接指挥军队。1945年，在毛泽东当上中共领袖的第1次代表大会上边，中共通过了一个决议，提升了毛泽东的地位，然后围绕着毛泽东如何统一全国的这个叙事，塑造了所谓毛泽东思想，把它当作党的绝对指导原则。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毛泽东说的就是圣旨，没有人能够再反驳了。1949年建政之后，百废待兴，党不能包揽一切，所以就有了政府这个机构就是负责把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变成现实。那么这样的话，党就退居幕后操控，通过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决策，然后交给国务院去执行。因为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一开始叫做政务院。那中国的国家主席都是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毛泽东多年来的掌权秘诀之一，就是提拔忠于他的人来进入到党和政府的高位，不论他们有没有从政经验。长征的很多幸存者在毛泽东统治下大多都被党内提拔上来了，比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先后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习近平因为是功臣的儿子，后来就被非正式的称作太子党。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对权力的追求从来没有极限，他的很多政策，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死亡人数预计至少在4000万到8000万，同时影响了数亿人的日常生活。毛泽东的目的当然是巩固自己皇帝的宝座，并且让自己的思想理论永远流传下去，就像共产主义的先驱列宁和马克思被人供奉一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不仅会被公开羞辱、社会性死亡，有时甚至会被肉体消灭。执行不一定是官方出手，经常是那些狂热推崇毛泽东思想的暴力激进团体，比如红卫兵，他们成为毛泽东利用的工具。即使是毛泽东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在文革大兴起中也难逃一劫，包括多位政治局常委和长征的老战友。
他们不是被撤职，就是被杀害，比如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等人的遭遇。毛泽东还换上了更忠于自己的林彪来掌握军队。当然后来林彪也被毛泽东等于变相的做掉了。那大清洗期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被红卫兵公开批斗过，一直被监禁了8年。所以说15岁的习近平被踢出了北京的学校，被送到了农村。习近平这个公子哥，他不得不住在窑洞里边干着苦力活，他自己受不了这个苦，甚至还逃回过北京。到了那儿以后呢，把它作为一个栖身之地，甚至是一种这个逃避之地。可能当时人们这个传我议论最多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拿面包喂狗。最后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虽然在文革当中，邓小平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大起大落，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开始联络那些被发配的老干部们，承诺为他们平反。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这些元老公开支持邓小平复出，并且排挤了毛泽东直接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甚至把毛泽东的老婆江青也送进了监狱。邓小平上任之后，以他为首的共产党高层决定想出一种办法来防止类似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于是乎，为了消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共产党在1981年通过了第2次历史决议，谴责了毛泽东的错误，强调了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体制改革上面，邓小平把大量高层职位都分配给了不同的人。比方说胡耀邦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担任总理，后来赵紫阳还接任总书记。甚至哪怕在8964镇压了天安门学生运动之后，邓小平也并没有高调复出独揽大权，而是把总书记的职务给了江泽民，由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杨白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而邓小平自己并不直接担任其他官职。他在80年代还成立了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让那些跟他一样的老家伙们在这个委员会里养老。虽然邓小平手中仍然握有最终决定权，但是他至少不再像毛泽东那样身兼数职，站在权力的顶端来影响国家的执政方向，而是他变成了一种垂帘听政，同时又是分享权力和集体领导的结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还进行了改革开放与西方国家建立经济和外交联系，在1979年成为首次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几十年的繁荣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和那个忠于列宁体制和极权主义的朝鲜、北韩分道扬镳，走向了不一样的道路。所以说，党内的集体领导再加上某种程度上的分散党的权力，可以大大促进中国的政策创新，也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时期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能持续40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习近平。当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习近平回到了北京继续上学，他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在毛泽东时期，党国机器几乎摧毁了习近平的家庭，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地担任领导职位。他首先是在河北正定县，然后又托关系去了福建厦门。在担任副市长期间，政绩平平，而且又是走后门来的。结果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居然在人大选举当中票数没有过半而落选了市长。他也只能灰溜溜的去了一个地级市宁德。当然，习近平可是在中央有一个当大官的老爸所以没过几年他就杀了一个回马枪，当上了福州市委书记，最后成为福建省省长。2002年，习近平又转任浙江，2007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在被调回北京并且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很明显党组织把他派去浙江跟上海这种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明显就是为了刷政绩，就是让他进中央前的履历更好看，培养他未来接班。习近平这种四处移动，也确实让他在竞争稀少的地区占据了一些优势，还让他获得了一个谦虚勤奋的名声。当然，他也培养了一群未来可以发挥作用的支持者，包括在福建的时候和福建军区的人混熟了，有了军队的关系。在浙江也培养了自己的枝江新军，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他身边的左膀右臂。
我们可以判断，就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既想要一个有红色基因的太子党成员，又不想要一个有太大野心、锋芒毕露的人，比如说薄熙来，所以习近平就被各方看好，也成为了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利益集团在竞争当中的折中人选。于是乎，在2007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9个常委之一。长达17年的付出，终于取得了巨大的回报。当胡锦涛在2012年卸任的时候，储君习近平成为了国家主席，成功登顶。就像毛泽东一样，习近平意识到了个人崇拜以及党的权力集中对于共产党的生存至关重要，所以他明显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所倡导的集体领导。从维护中共党天下的角度，习近平并没有错。集体领导意味着内斗，就像团派和上海帮之间，也意味着分权，像九龙治水，各管一摊，分散了党中央的权力。一方面造成各地腐败横行不受制约，另外一方面也导致党中央在全国的管控能力被削弱，甚至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所以为了维护习近平的个人最高权威，同时也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对全国的绝对统治，习近平只能走向加强集权这一条路。所以习近平就背负着挽救共产党的大任。于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就开始对党内进行大清洗，以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为名义，从中央到地方逮捕了数以万计的官员和军官。大清洗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当然还是习近平在党内的竞争对手及其亲信，几乎都是过去上海帮或者团派人马。把他们打下去之后，习近平用过去培养的亲信来填补这些空缺职位。当然这里面多插一句，他填补的主要还是中央和地方一把手至于基层，他还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获得支持度，这也为今后的变局留下伏笔。当然这是后话，以后我们再聊。总之，经过这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清洗，习近平成功地控制了共产党，并且控制了军队，从而使习近平成为了自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共权力最大的一个领导人。在习近平的第2任期，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还引入了5个新面孔，其中3个人栗战书、王沪宁和赵乐际都和习近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2012年，习近平为了加强他对党的控制和影响力，又推出了第3个中共的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意识形态，推出习近平思想。这个习近平思想的目标就是把习近平的个人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了共产党本身思考、决策、政治立场以及行动的核心。换句话说是，习近平成为了共产党的代表，习和党绑定在一起。这个习近平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意味着习近平的决策就像毛泽东过去的决策一样，不再被挑战。确实，习近平上台的这些年来，已经没人敢挑战他的决定了。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和军事开支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国力持续增强。随着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愈发想要在国际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中国也开始强调对南海的主权，对台湾施加压力，并且剥夺香港的自由民主，加强对西藏和新疆的军事殖民统治。国内方面，中国实施更严格的互联网审查，建立了全方位的监控系统，密切监视公民的日常生活。直到疫情爆发，习近平才遇到了对他权威构成的唯一的正面挑战。当然，这个挑战也很快被他化解。在后疫情时代，习近平继续的加强中央集权。在2020年的第20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打破惯例，第3次连任国家主席，同时把政治局常委几乎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真正的实现了黄袍加身的终身制。不过，就像我跟大家讲过的，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面临着空前的统治危机。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肉眼可见，房地产危机和股市崩盘影响了很多人，包括外资对中国的信心。当然，中国愈发严重的老龄化和年轻人飙升的失业率都使得改革开放不再被外界看好。而习近平不断加强集权、压制民间资本的做法，只会让中国已经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雪上加霜。所以习近平被我们俗称为开倒车的加速师。曾几何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世界工厂，变成了制造业大国。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城市化进程飞快，创造巨大财富，数亿人脱贫。
比如说，大众汽车2005年在中国卖出了超过50万辆汽车，而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400万。苹果公司在不到10年里，在中国的销售额从130亿美元也涨到了700亿美元。但是在疫情后，一切都变了。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时代彻底终结了。关于这方面，我曾经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来讨论，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我对中国经济现状的论述。总之，中国经济放缓，国际政治冲突加剧，最终必然转化为共产党的统治危机。毕竟，当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可能会为了更富裕的生活而接受共产党在言论自由、个人权利等方面的控制，美其名曰多给共产党一点时间变得更好。他们毕竟对未来还是有憧憬的。但是经济放缓可能会带来相反的后果，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经济政治影响力都在削弱，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浮出水面，愈演愈烈。那这一趋势继续恶化下去的话，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承受最大冲击的当然还是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千家万户。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公子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或者是加入会员，可以收看我会员专属的影片。另外，如果大家需要翻墙的话，请使用大品牌我把这个优惠链接放在视频下边的说明栏里边，欢迎大家来使用。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